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 Lex Review， 我是 Alex。今天呢，我要带来两个好消息给大家。第一个当然就是我重整了这一个 Mark 50， 再做一个视频给大家。第二个消息就是，如果你们现在要入手这一个产品的话，这个是很好的时机，因为它的价格已经是跌了600多块了。我觉得是因为那种黄牛订太多了，所以它现在它的存货量太多，所以它的价格就降低很多了。然后 Mark 50其实在 Avengers Infinity War 里面的表现，不用我多讲，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。所以其实它这个价位到底对不对得起我们的钱包呢？我们在这个视频给你一个答案。那么还没 follow 我 Instagram account 的朋友呢，请记得看完这个影片之后 search Alexa Daisy， 再按个 follow 哦。包装盒上一贯沿用了 Hot Toys Avengers Infinity War 的设计语言，盒子的前面是 Mark 50用纳米加农炮的图像，它红红的色调还有那个背景其实是蛮打了一下的。拉开之后就可以看到里面其实是画中有画，我们可以看到 Mark 50的 Black and White 的图案。对我而言，这一次厂家在设计方面是蛮用心的，真是下一点点功夫，搞到我盒子越来越多。你到底是要我丢掉盒子啦，还是要我搬更大的家？我要纠正一下哦，上一期我讲的盒子是抽拉式，不是很正确的。正确的用词应该是上下抽离式。拉开之后就是刻有装甲型号 Mark L 的泡沫塑料盒子啦。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到主体、小配件，当然还有 Tony Stark 的头雕。我去，幸好没有像 Mark 46那一个什么都没有。因为我没有 Mark 47啦，所以我拿了唯一一只 Mark 46来对比一下。Mark 50之前那几代都是走比较机械路线的，意思就是他们外面是比较多机械性的设计，会比较大块一点点。反观 Mark 50在电影里面的设计，完完全全更倾向于人体流线。这里要吐槽的就是，应该是当前技术做不到的问题，所以 Mark 50胯部跟脚那一边做不到好像电影那样。大大的降低了那个美观，可是没有办法，除了接受我还可以讲这主体部分，我觉得它的设计是有一点点奇怪啦，因为肩胛在电影里面是人体流线型的，而这个是分开出来，而且那个肩胛好像有点太大了，所以你看到好像身大脚小这样子，尤其是我刚刚讲到那一个胯部的那个关节的 gap， 还有就是腰部的缝隙太多了。也就是更加证实了我讲它的比例不对称。不过认真的，你给我选多一次，我宁愿它保持依然这样子的设计，因为可动的幅度还有可玩性，对于一个模型来说是不可或缺的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所以我就算了吧。再来，我们看一看它的涂装。如果你没有入手过 Iron Man 的呢，其实你不难发现它的金属颜色更加强烈了。相比之前的它的金属红更加彰显并还原了电影里的那一个配色，那些 Battle Scars 的加持，我也是觉得大大的增强了这个模型的真实感。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头部的设计，我觉得已经是神还原了，那种细节跟线条都做得很棒。然后就是我这一次拿到的本体那个面具那一边其实是中奖了，不用留言下面问，我现在就帮你科普一下。中奖的意思大概就是涂装或者是零件部分出现了瑕疵，就是你看它的头部那一边有一个小小的黑点，不过不大影响那个美观，所以不认真看也发现不到，我也就算了啦。胸甲部分呢是可以拆的，拆开之后你会看到很多纳米的机械机构在里面，不得不说啊，厂家这一次呢是下一点点的功夫了。反应炉里面的机械结构也是刻画的非常的到位。比较遗憾的是胸甲那2个小洞洞直接影响了那个视觉享受。如果换上 Magnetic 的话，我觉得会更好。上次我讲到那个小翅膀，其实正确的名词是扰流板，在这里先跟大家道歉啊。这次 Mark 50的扰流板只有2个，比起之前的确少了很多。不过打开里面的细节刻画依然是非常高水准的。关节部分是老样子，是采用了合金去制造的。除了关节啦，这次有采用了合金制造的部位，包括有肩胛，还有差不多整个脚都是用合金做的，所以重量也达到了700多克，也算是有点重量啦。可是比起之前的，它是轻了很多了。那是因为 Mark 50用的是人体流线型的设计，所以很多部位是削薄好了，所以轻点是在所难免的。讲完关节，我们来讲一讲可动性啦。头部的可动幅度是跟以往没有什么差别，所以这里我就不讲那么多了。
然后手部有一个拉伸式的关节，这个可以大大的提升的那个可动的幅度。360度转下手臂，还有弯曲手臂也是可以的。另外手臂是可以拔出来的，这个是因为拿来换那种纳米武器。等下我会跟你们聊聊这一个。胸甲下面有2个拉伸式的机构，弯腰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那边还有一个弹横的机构去协调一下。总体来说算是蛮良心的，因为这样的话很多高难度的动作都得以实现。老样子，侧边的小部位依旧是可以移动的，大大的增加了腿部更大幅度的动作。腿部旁边也有拉伸式机构，除了推后向前拉高的幅度，好像啦啦队这样子练习你也是可以的。然后胯部那边其实是可以转的，膝盖关节依然是沿用了之前那样的机构，做些普通动作基本真的没有问题了。最后就是脚板那边有一个拉伸式的机构，你可以做一些比较难的脚步动作，指甲那边也是可以弯曲的。这次发光部位的材质是用了跟以往不一样的透明塑料，这个就算不开灯你也觉得很有纳米装备的装甲感。首先头部的灯光依旧是在天灵盖那边，不过这一次是整个面具都可以拿出来，原因是它有一个配件包的豪华版啊，就是里面有一个战损的面具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看。胸甲跟上半身的灯光就在后面绕油片的中间，打开后就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开关了。你们这个时候一定问为什么那个 plastic 要做到那么大个，别着急，等下我告诉你。手臂的部分则是最麻烦的，首先你要弯那个手臂，再扒开那个手臂的装甲，然后这里只是装电池的，然后里面的开关在旁边这里，意思就是你开个手你要扒一大堆东西，搞到我都不想开灯。脚部的灯就比较容易点，打开侧边的 plastic 你就可以看到开关键了，不过这里比较小心，千万不要拔错地方，不然后果好像这样子就别哭啦。开完灯那么老规矩，我关灯给你们看看先。虽然这是 Mark 50，没有前几代的灯来的那么多，可是它发光灯的 size 也变大了，整体来说不会觉得很差。配件方面讲到这里我都要哭了，还记得我上一期做的 Mark 46的视频吗？我去，这个才叫配件嘛。首先呢，总共有3个可以替换的手，这里跟之前一样，所以我不多讲了。可是有一点我需要赞 Hot Toys 的，就是以往我们拳头紧握那种手都是用涂装随随便便敷衍你，而这一次它直接给你弄个发光机构在里面，也算是资料。头雕的部分我就觉得偷懒一点了，因为是沿用了跟 Mark 46跟 Mark 47一样的头雕。我说啊，人家在电影里面都是不一样的发型啊，不要这样懒可以吗？更换的方式其实很简单，扒开那个头部，然后放那个塑料，再塞整个人头下去就好了。效果对我来讲中规中矩罢了。如果换个新的头雕，我才觉得那个才叫诚意。最后就是纳米加农炮。刚刚我讲到手臂部分是可以拔的，就是为了装上这个东西。手臂那一边有个导电结构，所以装上去的时候可以看到纳米炮是发光了。其实官网图刚刚发布那个时候啦，它的那个加农炮的尺寸是比较短的，可是我觉得是好了，因为这一个我觉得那个细节刻画更生动，而且来得更酷。再来就是手臂的纳米粒子炮。拆开拳头，扒开那个 plastic， 你就可以很轻易的更换了。比较可惜的是，这些武器都只是用在特定的手部，不是你想放哪个手就哪个手，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啦。最后就是背部的飞行捕捉器，这个跟原先官网图有点出入，可能是厂家良心发现了啦。细节刻画跟还原很到位，这里我就不多说了。可是我要说明一样东西，它的背部连接那个连接点很松，很容易脱落，所以大家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。但还是老样子，所以我在这里直接跳过，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。不过讲真的，这一次 Mark 50真的是带给我非常多的惊喜，至少我看得出厂家是有很多诚意在一些小细节的方面的，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入手的产品。而且还有一个配件包是另外发售了，因为它的配件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我也明白厂家为什么要另外卖啦。不然给完你真的是亏死他们哦。我迟点也会做一期节目去介绍一下它的配件包，看这一个配件包又值不值得入手呢？那么你觉得这一款产品如何？欢迎大家留言下面讨论看看哦。下一期节目我又是做 Hot Toys 的产品，因为我太多 Hot Toys 的产品要做了，所以品方面的东西我会比较少去做哦。记得要打开小铃铛去关注最新的视频，我们下个影片见。